和内森·福斯特交往3年，我本以为我们的未来清晰可见，可他从未求婚，反而对我的继妹一见钟情。他追求继妹的态度大胆又执着，毫不掩饰。这一次，我没有崩溃，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傻傻等待他回心转意，而是干脆利落地斩断了这段感情。我扔掉了他送我的所有礼物，撕碎了曾经偷偷买下的婚纱，然后在他生日那天离开了里弗代尔镇。就在我即将登机时，内森发来了消息：你在哪儿？大家都在等你。我笑了笑，没回复，还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他不知道，2周前我已经答应了学长尤斯塔斯·库珀的求婚。飞机降落在新城市时，我和尤斯塔斯已经准备好开启人生的新篇章，以夫妻的身份。尤斯塔斯，我想好了。我站在镜子前，望着镜中苍白脆弱的自己说道。原来，做人生中的重大决定，并没有我曾经想象的那么难。罗克珊，你愿意答应我的求婚吗？电话那头传来尤斯塔斯低沉的声音。我的胸口隐隐作痛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轻轻点了点头，我愿意。罗克珊，你知道吗？从大学时起，我就一直在等这一天。不知何时，镜中人的嘴角已经漾起了一抹温柔的笑意。给我半个月时间，我会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。好，罗克珊，我等你。电话刚挂断，我的卧室门就被人猛地从外面推开。罗克珊，父亲清了清嗓子，语气有些尴尬，你妹妹最近身体不舒服，你的房间采光好，不如让她住几天。我没有说话，目光落在了他身后的继母和继妹索菲亚·威廉姆斯身上。继母立刻接话，查尔斯，没必要为这点事麻烦罗克珊。索菲亚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补充道，爸，没事的，我不介意。我不想因为我让姐姐不开心。麻烦什么？你也是我的女儿。父亲说着，转头看向我，表情变得严肃，罗克珊，你是姐姐，应该多让着她点。我呆呆地看着父亲。我本以为自己会心碎，会为父亲更疼惜毫无血缘关系的继女而难过哭泣，可我一滴眼泪也没掉。反而，我对着他们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好啊，我和他换房间。再过半个月，我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。所以，现在住哪个房间已经无所谓了。父亲对我的懂事很满意，继母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他们离开后，索菲亚留了下来。罗克珊，我帮你收拾东西吧。她甜甜地说，站在我面前，一副乖巧听话的样子。可她的目光扫过房间时，眼里却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得意。我没想到爸真的会同意我们换房间。他又说，罗克珊，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他故意顿了顿，然后露出狡黠的笑容，毕竟我刚抢走了内森，现在又要住进你住了10年的房间。我没有理他，转身去拿行李箱。突然，索菲亚夸张地叫了一声，哎呦，捂着胳膊倒在地上。罗克珊，他呜咽着。他的胳膊撞到了桌角，苍白的皮肤上很快浮现出一块淤青。罗克珊，你在干什么？内森·福斯特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，此刻正站在那儿。他走进房间，表情严肃，正好看到倒在地上的索菲亚。他皱着眉快步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把她抱了起来。内森，我没事。索菲亚含泪说道，强挤出一个虚弱的笑容，眼泪却不停往下掉。都青了，还说没事。内森的目光落在他胳膊上的淤青上，满眼都是担忧。可当内森转头看向我时，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，像寒风扫过房间。罗克珊，埃文斯，你要是有气，冲我来。他厉声说道，语气又尖又冷，别找索菲亚的麻烦，她已经够委屈了。不像你，他继续说，话语里满是鄙夷，生在富贵人家，从没吃过一点苦。我本以为自己不会再被他影响，不会再为他掉一滴眼泪，可到头来，我也只是个普通女孩。我不是铁石心肠，我的心也会碎。眼前这个男人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，是我爱了3年的人。可仅仅几天时间，
他就爱上了更年轻、更温柔的继妹，现在还把我当成恶毒的坏人。我不想哭，甚至想笑这一切的荒唐。可胸口的疼痛蔓延到泪腺，眼睛阵阵发烫，眼泪差点就要掉下来。内森·福斯特，我开口，声音尽量保持平稳，却难掩颤抖。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你真的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内森微微皱眉，表情有了一丝松动。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脸上，那一刻，他冰冷的态度似乎柔和了一点。索菲亚突然哭了起来。内森，别为了我跟姐姐吵架。他轻声说，声音带着委屈的颤抖。没关系的，罗克珊对我有意见，也是应该的。他的哭声又轻又柔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内森看向我的目光彻底冷了下来。你是嫉妒我对索菲亚好？他说，语气冷得像冰。嫉妒我疼他，嫉妒大家都喜欢他。他顿了顿，说出了最伤人的话，罗克珊，埃文斯，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。你变了，变得尖酸又刻薄，不是吗？说完，他转身抱着索菲亚离开了房间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，突然发现自己的眼泪不知何时已经干了。或许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毕竟这几天为内森流的眼泪已经够多了。或许从现在起，我再也不会为他掉眼泪，再也不会因为他而心痛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朋友们的群聊突然热闹起来。是内森发了消息，突然想结婚了，怎么办？群里立刻炸开了锅。内森，你终于要娶罗克珊了吗？看来以后要叫她福斯特太太了，是吧？很快，群里满是我的消息。恭喜啊，准福斯特太太。什么时候请我们喝酒？内森，婚礼定在什么时候？我们都等着喝喜酒呢。群里消息不断，大家都很兴奋。我正想发消息澄清，我不会成为福斯特太太，内森想娶的人不是我。可内森比我先一步发了消息，你们在胡说什么？我从没说过要娶罗克珊。接着，他把索菲亚拉进了群，然后了所有人，大家看好了，这是我未来的妻子。原本热闹的群瞬间安静下来，好一会儿都没人说话。内森打破了沉默，怎么没人说话？快跟我未来的妻子打招呼。过了一会儿，才有人不情不愿地跟索菲亚打了招呼。我想了想，只发了一句话，恭喜你们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发送成功后，我毫不犹豫地退出了群聊。第4章，我刚退出群聊，内森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罗克珊，现在立刻过来。去哪儿？你知道的，老地方。出什么事了？你要跟索菲亚道歉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因为你突然退群了。你知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可能会怎么看他？内森的语气冰冷又强硬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说他坏话。这是怪我，是我非要给他一个名分。他是无辜的，不该因为你的冲动被人骂成小三。我本以为自己已经对他的言行无动于衷，可这句话还是让我的胸口一阵沉闷的疼，几乎喘不过气。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颤抖，声音也带着颤音回应：内森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凭什么这么欺负我？是你背叛了我，我没做错任何事。我甚至还祝福了你们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我强忍着眼泪，不让它掉下来，可声音里已经满是心碎的味道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。罗克珊，内森终于开口，声音低沉，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他语气冰冷，但你记住，索菲亚是无辜的，不准把气撒在她身上，更不准伤害她。电话突然被挂断，我坐在地毯上，浑身都在发抖。床头柜上，母亲的相框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她的笑容温柔又慈爱。突然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伸手拿起相框，紧紧抱在怀里，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母亲的拥抱。我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就算是照片里的母亲，也在为她的女儿伤心。我不想再哭了，不想让远在天堂的母亲因为我而难过。等过了母亲的忌日，我就收拾好她留给我的东西，永远离开里弗代尔镇。
再也不回来。